在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问题：魅族手机现在最能吸引你购买的优点或者缺点是什么啊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谈到魅族手机的卖点 ，Flyme 呢必定是占大头。这2年最具话题性的特性呢就是30系统。不过魅族在30这个特性上也是属于反复横跳了。但就事论事，魅族20系列的系统广告数量对比其他定制系统依然是非常少。比如说负一屏默认呢非常干净，没有乱七八糟的第三方卡片，系统自带应用呢没有广告。应用商店搜查就是查，浏览器默认打开的就是简洁版主页，而不是其他的一堆标题党新闻。比较明显的广告呢，就是上滑搜索输入文字时会匹配相关的应用推荐，钱包应用中加入了横幅广告以及底部的银联专区。但只要拿其他系统的钱包应用来对比一下 ，Flyme 呢还是一股清流。小厂硬件成本下不来，销量上不去，还能在广告这件事情上守住底线啊，这点呢值得点赞。反观部分卖到6、7千的国产旗舰，各种广告就有点离谱啊。在 Flyme 10上，小组件、大文件夹都支持了轨迹动画 ，Alive 壁纸呢依然是很灵动，配合超声波屏下指纹，解锁体验非常好。晚上使用不会因为局部高亮闪瞎眼，失手状态呢也不影响解锁体验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，贴上大米精选配件推出的0.25毫米的高铝硅钢化膜，同样不影响解锁速度啊。之前超声波屏下指纹不好贴膜的问题也解决了。UI 风格呢比较像现在的这个 ColorOS 13，偏向中性，不会太卡通化，也不过于中年风。配合流畅丝滑的动效，第一印象很不错。现在各家系统功能层面上来说大同小异，但要说小窗这部分 ，Flyme 呢依然是遥遥领先的，遥遥领先。如果说其他小窗系统需要用户主动去开启使用，那么 Flyme 的小窗就会在合适的场景下主动找上门。初次接触 Flyme 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：我靠，怎么弹了个小窗？仔细一用呢，好像确实挺方便。很多情况下，我们使用一款 App 有很强的临时性，比如说 QQ、微信登录游戏、回消息、分享图片这些场景，这个时候用小窗解决就不会打扰当前的全屏应用。不要小看这一来一回啊，在应用内短暂操作2、3秒的情况下，小窗可能要节省1半时间，视觉观感也要比跳来跳去呢舒服许多。交互方面呢 ，Flyme 的小窗也能够做到呼出、退出都很方便，从底部边角滑动呼出，还有相应的震动效果匹配。单击小窗外的空白处就能够退出，所以 Flyme 小窗好用的关键可以概括为：能用小窗解决的事情，绝不全屏跳转，需要的时候招之即来，用完立马闪人。除了遥遥领先的小窗 ，IC 建议查找手机这些功能也能做得比较贴心，所以 Flyme 10作为魅族手机的一个优点，没啥问题。相信现在很多仍在坚持使用魅族手机的老魅友啊，肯定还是因为系统这一块。但是作为3000起步，上探到5000的机型，光靠系统层面部分的差异化体验，肯定是支撑不起价格的。那么魅族20系列其他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日常性能调度环节，魅族20 Pro 程序打开加载，或者说应用内的子页面点击加载，都不会对处理器的最高频率做限制，可以根据页面的负载动态调整到最高。用 JBenchmark 测试，单核呢是1400加，多核呢是4800加。算是调度比较积极的8降压机型了。不过这个日常性能受温控的影响呢会比较多一些，比如说室温25度，连续跑5次 JBenchmark， 单核多核会降到1400加和4200加左右。20标准版呢可能是受限于更小的机身尺寸，整体的性能调度要比 Pro 弱一些，温控呢也会更怂一些。连续跑5次之后，单核呢是1400加，多核呢是3900加。游戏部分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原神，室温25度，200尼特亮度，20分钟游戏，魅族20 Pro 平均呢是57.9帧，整机功耗呢是5.8瓦。游戏后半段帧率稳定性有所下降，机身最高呢是44.5度。魅族20平均帧率相同，也是57.9帧，整机功耗5.5瓦，机身最高呢是43.7度。但是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强制降到155尼特。游戏调度上来说，今年魅族20系列就不像曾经18 Pro 那么激进了。王者荣耀120帧，2台机子帧率呢都能拉满。魅族20整机功耗呢是3.4瓦，机身最高呢是39.2度。魅族20 Pro 整机功耗呢是4瓦，机身最高呢是41度。电池容量方面，标准版和 Pro 版分别是4700毫安时和5000毫安时。在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下，亮屏续航时间呢分别是6小时42分和6小时40分。有线快充速度方面，标准版呢是67瓦 ，Pro 版呢是80瓦，15分钟快充电量呢分别是8.75瓦时和9.68瓦时。前者呢和华为的66瓦速度差不多，80瓦的速度对比蓝铝两家的80瓦呢也会慢些。完整充满耗时分别是47分钟和41分钟。当然，魅族20系列的优势是他们用的都是 PD 协议，在快充头的兼容上会更好，很多高功率 PD 头呢可以直接用。Full HD 加的小黄鸭排列，这个2023年都快被手机行业遗忘的字竟然出现在了一台3000元价位的机型上。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魅族怎么搞到这批屏幕的。不用凑近仔细看，这块屏幕对比2000价位的 Full HD 加类钻排和同价位的 1.5K 类钻排，一眼呢就能看出字体边缘发虚，并且低亮度下麻布感明显。
亮度表现放在今年也是垫底水平，6个区块平均峰值亮度呢是775尼特，高低亮度差呢是92尼特。Pro 的亮度就没啥毛病，可以达到1080尼特。两台机子手动最高亮度都在480尼特左右，标准版5万勒克斯照度呢只能激发到658尼特，明显偏低。Pro 的激发亮度呢也偏低啊，比如说2万勒克斯只能激发到523尼特。不过5万勒克斯呢能激发到832尼特，倒是没啥问题。色准方面，标准版反而比 Pro 版略好一丢丢。默认模式平均色偏呢是3.1，标准模式呢是2.2。显示精细度来说 ，Pro 的2K 1.6无疑是要比标准版好太多了。放在这个价位，显示效果呢没啥毛病啊。但是这块2K 1.6如果和几家大厂的2K 1.6比的话，还是会差点意思啊。比如说可视角度方面，稍微倾斜一点呢，会出现局部轻微偏红。信息流滑动时，屏幕拖影也会比其他1.6呢略明显。标准版默认是110尼特以上是类 DC 调光，110尼特以下是864赫兹的 PW 调光。拉低亮度之后，占空比呢会明显变低啊，所以说中低亮度下频闪呢是比较明显的。虽然说开发者选项里面有类 DC 调光吧，但是开启之后屏幕的麻布感会更加明显。Pro 呢默认是全亮度480赫兹低频 PW 调光，开发者选项中也有类 DC 调光，但是开启之后呢依然是全亮度480赫兹的低频 PW 调光，只不过适当提升了占空比。所以就屏幕方面来说啊，20标准版对比之前的18标准版，属于是开倒车2年半了。Pro 的综合显示效果放在4000档位呢没啥毛病，但如果你对频闪比较敏感，这块屏幕就不太适合你了。要说之前魅族旗舰的优势，除了 Flyme 系统体验之外，马达震感调教也是另外一点。魅族18 Pro 上那个哒哒的震动啊，放在今年妥妥也是第一梯队。但魅族20系列2款机子的马达震感调教啊，就属于明显倒退了。虽然说尺寸是0815规格也不错，但实际用起来就是比较有弹簧感，而且有点散，不如同为0815马达的 Find X6系列。所以有理由推测，绿厂挖走 Flyme 设计师的同时，还顺带挖走了几个原来调教魅族马达的工程师。至于两台机子的拍照方面，往好的来说，这一次魅族20系列拍照没有出现退步，但更真实的描述就是相机算法落后有上2年半。比如拍摄夜景时啊，灯箱部分很多时候像是褪了一层颜色，比如说这组样张，1+11和红米 Note 12T 都能够正常还原必胜客的红色灯箱，两台魅族20呢都有点发白。遇到灯箱较多的场景 ，HDR 算法呢会让整个画面明暗对比看起来有些奇怪，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。虽然说两台机子搭载的都是 GN5加光学防抖，但是暗光场景的观感和1+11呢差了一大截，和红米的 OV64B 呢表现差不多。白天非逆光场景呢表现还行啊，不过色彩方面有点饱和度战士的感觉啊。如果是遇到了逆光场景 ，HDR 算法看起来还是会比较假，整个画面看起来很平，满满的塑料感。超广角支持自动对焦，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表现尚可。放大看细节呢，不如1+11的大底超广角。到了晚上，因为没有集成自动夜景算法，高光压制画面细节会被1+11呢进一步拉开差距。魅族20 Pro 的2倍长焦，白天解析力呢还行，对比1+11 2倍差别不大。魅族20标准版没有物理的2倍，也没有做主摄的高像素裁切，解析力呢最差。不过到了晚上，魅族20 Pro 这个2倍就比较难调出来了，容易切回主摄变成数码变焦。所以影像方面来说啊，如果你对拍照有一定要求，那么还是不要考虑魅族20系列了。硬件没有跟上大部队是一方面，更难受的是算法落后太多了，尤其是夜景表现，相比2500的终端机也有差距。另外呢，就是实际的拍摄体验也不行 ，HDR 场景下按下快门之后，基本就会卡一下前台画面啊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手持不稳，或者说提前晃动点击图片预览，那么照片大概率呢会模糊掉。其实现在我们评测新手机时，品控相关的问题呢已经是聊得很少了，但是魅族20系列的品控问题确实有点糟心。在之前的体验视频里，大米买到的那台魅族20，右边黑边呢明显比左边更宽，所以我们就把那台退了，重新买了一台。好消息是不像之前那台有明显的左右宽度不一致问题，坏消息是这台新的仔细看的话，左边黑边呢要比右边略宽一些。结合酷案上很多网友反馈的边框差异，魅族20标准的品控呢确实有点堪忧啊。另外，我们买到的魅族20 Pro 熄屏之后，反光场景下都存在屏幕的褶皱。虽然说实际亮屏显示没啥影响，但是这种整块屏幕熄屏之后都会有点坑坑洼，在我们评测过的这么多旗舰里面啊，确实是没出现过的。OK， 那么简单小结播，魅族20的核心优势有3点啊：金属中框、超声波屏下指纹8进2。因为在3000这个价位，绝大多数机型用的是塑料中框、短焦指纹和8加。你要说魅族20完全没有卖点，那肯定是冤枉它了。但关键是啊，标准版的短板实在是太短了。2023年用1080P 的周冬雨实属难奔，拍照水平别说放在3000价位和1+A42比，就是和2000价位的红米比都更强，横向对比呢就完全不值得推荐了。
相比之下 ，Pro 的硬件就全面很多了，屏幕呢好歹是一个三星 2K， 质感方面也能和其他超大杯机型呢掰掰手腕。在此基础上 ，Flyme 的流畅度、美观度、应用性都不错。另外，超声波屏下指纹支持50瓦无线充电，也都是优势亮点啊。如果说你对拍照没啥要求，那么这台机的综合体验还是过关的。但一个离谱的现实情况就是，魅族20从发布到现在依然是没有现货，需要抢购。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对手这么多的情况下，你还买不到，这不拱手把销量让给别人了吗？对于重新回归的魅族啊，我们一方面呢是希望它能够真正给力起来，毕竟这个市场上多一份竞争，多一份选择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消费者最终还是看着产品本身，而不是单纯的情怀。按照魅族20系列表现来看，新魅族想要实现发布会上的豪颜壮志，国内高端市场 Top 5里面占一席，需要补课的地方还有很多啊，比如说线下渠道建设、售后服务、影像拍照、产能品控，而且还得抓紧时间补才行，因为大厂呢不会停下来等你，存量市场的竞争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魅族20系列的全面评测了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评测的最大动力。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罗更多优质科模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